之前我就听说，鬼母天尊被这白小纯掳走时，似乎发生了不可描绘的事情。现在来看，是真的了。天哪！若真的如此，这白小纯也太强悍了。我看实有啊，不然的话，鬼母天尊为何要主动的离开邪皇城，选择此地镇守邪皇朝的众人，在这离去时，纷纷神色诡异的传音，开始了议论。不管众人如何猜测，如何传音，随着他们的离去，这云海州好似被封印般，再没有其他州的救援之人。而白小纯与公孙婉的一战，也震慑了这云海州本身就存在的修士大军。如此一来，斗志全无之下，大天师与巨鬼王只是稍微发起攻击，就摧枯拉朽一般，直接取得了胜利。云海州的那位邪皇朝的半神，更是索性带人匆匆离去，似也不担心白小纯会阻止。毕竟两大皇朝之间这样的事情太过平常了。就这样，在大天师看来，需要1个月的时间可以掌控的局面，实际上一共加在一起也没几天，就已成功的占据了云海州。当白小纯来到云海州的核心云海城时，他看到了振奋无比的巨鬼王，还有哪怕想要去克制，但目中的神采依旧显露出内心激动的大天师。白小纯同样振奋，因为准确的说，这里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属于他们的根据地，没有人会来抢夺。毕竟圣皇朝一切还是都讲一些脸面与规矩的。白小纯堂堂正正自己打下来的地盘，别人要动也需要斟酌斟酌。虽还是隶属于圣皇朝，可如今也不算是寄人篱下了。巨鬼王深吸口气，看着四周的城池，他的内心无法平静。来到永恒仙域这么多年了，只有此刻，他才真正的有了一种扎根的感觉。只有成为强者，才可有选择命运的资格。若非大人修为突破，这云海州也绝非我等可以染指的。大天师缓缓开口。白小纯点了点头，他明白，在这永恒仙域内，只有成为强者，才可算真正站稳，否则的话，就只能寄人篱下，委曲求全。而他若也都如此，就更不用说通天世界的其他人了。修为才是最重要的。白小纯深深吸气，一次次的事情让他一次次的意识到，自身的强悍才是立身的根本。哪怕修炼再枯燥、再疲惫，可记忆里过去的一幕幕，无不让白小纯在修炼上将一切的懒惰都斩掉。此刻这云海州，白小纯心知肚明，自己不适合去管理，而大天师与巨鬼王则是最好的人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此事交给了二人后，在这云海州内开始了又一次的闭关。他准备尝试看一下，将那残善令牌内日渐稀少的气息全部都吸走后，这令牌是否有其他变化。时间流逝，在白小纯这闭关修炼中，整个云海州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大天师与巨鬼王在这统筹与管理还有规划上配合得极为完美。与此同时，随着云海州被夺回，以及白小纯的坐镇，此消息的不断扩散下，在这第二仙域内，通天世界的修士竟陆续的有不少来投奔。以往的时候，09天尊会干预阻止，可经历了与白小纯的矛盾与手段后，对于此事，他索性不再压制，睁只眼闭只眼的，只要不是大范围的涌去，小部分的投奔，他直接就无视了。而大天师与巨鬼王更是将附近其他州，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都加以打点，相互本就没有私仇，很多时候维持一个平衡，是他们这些修士心里所向往的。尤其是有白小纯坐镇此地，使得大天师与巨鬼王在姿态上也都可以硬气很多，反倒在与四周其他州的接触时，这样的姿态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就这样，在这圣皇朝的第二仙域内，云海州的变化与日俱增。这一切，白小纯虽在闭关，可时而的外出时，也能清晰感受氛围的不同。随着通天世界来人的增加，随着云海州的逐渐热闹，那种家的感觉，让通天世界之人有时候会恍惚的以为还在通天大陆上。可白小纯明白，这里看似一片生机勃勃，可实际上并非特别的安稳。除非有一天，他可以拥有与邪皇以及圣皇抗衡的资格，才可以发动一切力量，才可以真正的站稳脚步，才可以去寻找所有流落在外的通天世界之人。这些念头就更加坚定了白小纯不顾一切修行的决心。终于在数月后，当白小纯的修为彻底的站稳在了天尊初期巅峰时，残善令牌上的古怪气息彻底的被他吸收殆尽。这白小纯研究了快1年，除了那古怪的气息，没有其他收获的残善令牌，在其内气息消失的瞬间，竟不需要白小纯怎么研究，只是他神识融入进去，就立刻脑海轰鸣起来。随着脑海的波澜翻滚，白小纯在密室内打坐的身体猛地一震，若有其他人在这里，此刻一眼就能看到白小纯的身躯居然变得有些透明，仿佛虚幻一般，很是诡异。偏偏白小纯自己却好似没有察觉，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脑海的画面中，仿佛意识离开了身体，所在之处赫然是一片漆黑的虚无。准确的说，这里是星空。在那星空中，那把残扇已经距离永恒仙域极为遥远，正在飘行，速度看似缓慢，可实际上若去比较的话，其速之快甚至超越了太古皇者。这是白小纯第2次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残扇，
他望着这近在眼前又仿佛远在天边的残扇，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只要他愿意，可以瞬间就进入到这残扇内。这个感觉在白小纯意识里越发强烈后，他心神蓦然一动，想象自己的身体出现在残扇上。几乎在这个念头升起的刹那，白小纯在永恒仙域密室内的身体竟瞬间扭曲，直接就模糊不清，很快的竟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密室内，没有引起丝毫波动，甚至就算是有太古皇者在这里，都很难察觉白小纯的失踪，似乎他的消失如被抹去一般。而出现时，白小纯呼吸急促的发现，他已经站在了残扇的广场上，四周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这里分明就是当初他与其他人一起到来的扇把手的位置，唯独不同的是当初他身边人不少，而现在整个残扇就只有他一个人。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快走几步到了广场边缘，抬头看去时，看到的是一片漆黑的星空，我居然真的来到了这扇子上。白小纯心脏跳动加快，有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他更是担心自己来到这里后就无法回到永恒仙域。这个担心让白小纯紧张无比，他赶紧在脑海里想象自己离开了扇子，回到了永恒仙域的密室中。这个念头一升起，白小纯顿时就察觉到手中的那枚令牌好似化作了一个黑洞，眨眼的功夫，自己的眼前就一片混乱。当清晰时，白小纯惊喜地看着四周，他已然回到了密室内。这个令牌居然是可以让我随时进入残扇的钥匙。白小纯激动无比，站起身在密室内来回走了几圈，始终无法平静。他太清楚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了，这代表着残扇内所有的法宝、所有的资源，还有那最终的传承，必然都属于他，因为闯关者就只有他一个人。第1116集生死道缘。只是当白小纯再次尝试想要进入残扇时，却发现怎么也都不灵了。这要是好似释放了所有的威能，无法形成那种好似传送一般的挪移，难以让白小纯再次踏上残扇。白小纯面色一变，心底咯噔一声，不会吧？难道就只能有那么一次？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就患得患失起来。实在是，若真的只要一次机会，可却被他这么给浪费了，那么他的肠子都要悔青。就这样，在白小纯的紧张与等待中，他拿着钥匙不断地融入神识去尝试，可却没有半点收获。无论怎么去查看，这令牌都是平淡无奇，没有丝毫反应。白小纯渐渐哭丧着脸，心底后悔中。一天过去，当凌晨到来时，白小纯本已放弃，可却不甘心，又尝试了一下后，他忽然精神一振。实在是这令牌居然在一天过去后，竟再次出现了那种似能将其全身都挪移到扇子的扭曲波动。白小纯顿时屏住呼吸，可这一次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慢慢收回神识，拿着令牌开始研究。数日后，白小纯终于将这令牌研究明白。手持令牌的他，每天只有一次来往扇子的机会，想要第二次就只能等第二天了。似乎是这令牌本身的能力不够，需要从这天地间吸收某种白小纯感受不到的养分，才可以去在第二天时展开新的开启。一次有些不够啊！白小纯长舒一口气，压下心底的激动，抿了抿嘴唇，琢磨着有没有办法能将一天来往扇子的次数增加。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炼灵，于是立刻就尝试进行。可直至将这令牌炼灵了多次后，白小纯尝试之下，发现依旧没有变化，他这才无奈地放弃了这个念头。一次就一次好了，白小纯叹了口气，脑海幻想自己已经进入到了扇子内，瞬间他眼前就模糊起来。当一切清晰后，甚至那种传送的感觉都没有出现，白小纯已经出现在了残扇上。扇子外的星空一片漆黑，只有这扇子本身存在的光芒，虽不是很明亮，可身为天尊的白小纯依旧能借助这扇子上微弱的光芒看清四周的全部。兴奋地狠狠一握拳头，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带着振奋，内心藏着兴奋。先是仔细地观察了四周后，这才小心翼翼地去了他曾经走过的通道。可就在他的脚步踏在扇骨上的瞬间，这扇子自身猛地一震，四周原本微弱的光也在这一刻闪耀起来。白小纯手中的令牌也同样散发出一致的光。在这光芒下，白小纯身体好似失去移动之力，他的意识竟再次从体内飞出，仿佛一瞬间他就看到了这残扇的全部世界。他甚至看到了在那扇骨的尽头，在那100关的后面，赫然存在了一处石台，在那石台上摆放着一枚金色的玉简。这玉简散发出浩瀚之光，充满了神圣之意的同时，白小纯忍不住将意识向着那金色的玉简碰触过去。在他的意识碰到这玉简的刹那，白小纯整个人好似被天雷轰击，脑海在这一瞬竟浮现出了4个他原本看不懂，可似乎认识的4个字：生死道缘。这4个字，白小纯从没见过，可偏偏能明白其意。回荡脑海的一瞬，在这金色玉简内，似有一段沧桑的残石也随之扩散到了白小纯的意识内。吾为仙界唯一主宰，仙界已陨，苍穹已黑，留一界香火传承此扇。有缘人得之，当知仙界曾存，生死道缘。白小纯心神狂震，这段残石在他意识里回荡时，他有心去查看这玉简的内容，
可却无法看清，一片模糊。当他想要仔细去看时，一股排斥之力骤然生出，直接将他与玉简的联系斩断，好似一场梦。白小纯身体一个机灵，睁开眼时，自己的一只脚踏在上古通道上，之前的一切都是他在踏上此上古的瞬间意识内的浮现。白小纯气息一滞，抬头看向这上古的尽头，他知道之前所看到的绝非幻觉，在那100关后的传承，必定就是这生死道源。只有成为这扇子真正的主人，才可获得传承吗？白小纯深吸一口气，目中已有决断。不知道我之前闯过的关卡，是不是还在？白小纯带着沉吟走在上古通道上，当路过他记忆里应该第1关的位置时，顺利通过后，白小纯双目一亮，速度加快，不断的前行下。第2关、第3关、第4关，他静一口气，走到了20关所在的位置，一路没有半点阻碍，似乎对他而言，这20关已经不需要去闯，如同免考一般。直至他站在上古通道上21关的面前时，白小纯神情一凝，他知道自己之前获得的权限也仅仅是堪比20关而已，后面的关卡就要依靠自己的本事了。好在我没有竞争者，也就不担心时间的问题。白小纯想到这里，没有立刻闯关，而是用自己的权限，如搜刮一样，先将这前20关里没有被人取走的奖励品全部搜刮得干干净净，都放在了储物袋后，白小纯这才心满意足。这样的话，就算此次失败回去了，我也不算白来一趟。白小纯神色略松，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又四下看了看，神色内多少也有一些迟疑，琢磨着那个看自己不顺眼的气灵，不知道有没有苏醒。沉吟半晌，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向前一步走出，直接就踏入到了21关内。随着耳边传来轰鸣巨响，随着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白小纯所在的世界瞬间逆转。当一切清晰时，他已然在了一处冰原的世界。天空是灰色的，大地是白色的，呜咽的寒风吹着无数的雪花，在这天地内疯狂的飞舞。放眼看去，整个世界都是冰原。或许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可如今海水似乎被冰封了大半，只剩下了没有山脉，没有盆地，只是一马平川的冰原之地。而此地的寒气之重，就连白小纯也都在感受后，身体机灵了一下。要知道他可是天尊，更有强悍的肉身。可就算是这样，白小纯也都感受到了全身僵硬，寒气刺骨，仿佛自己的生命之火都要被冰封一般。若是换了其他修士，怕是更难承受。这也太冷了。白小纯哆嗦了一下，赶紧四下打量，也尝试用自己的权限去影响此地，可却发现之前无往不利的权限在这里完全失效。就在白小纯这里叹息时，忽然的，他面色一变，身体毫不迟疑地倒退数步。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他之前所在的冰面突然就被穿透了一个窟窿，一条好似利剑一般的飞鱼竟从其内刹那飞出，速度之快超越残影，擦着白小纯的胳膊瞬间而过。哪怕以白小纯的修为，也都察觉得晚了一些。若非是他的肉身本能，怕是此刻身躯都要被那剑鱼穿透。没有结束，白小纯面色接连变化，身体退后时，立刻他四周的冰层同时出现窟窿，眨眼间，一条条剑鱼就呼啸而出，直奔白小纯。这些剑鱼通体银色，好似一支支箭矢，从四面八方直奔白小纯，速度太快，白小纯呼吸急促，此刻脑海已没有别的意识，他本能地察觉到这些剑鱼自己碰不得，只能闪躲，更不能将其轰碎，否则的话，怕是会有大危机降临。此刻他身体的速度直接就爆发到了极致，不断的挪移闪躲中，急速倒退。可此地冰层下的剑鱼数量太多，一条条冲天而起，远远看去，银光璀璨，竟有奇异之美。第1117集，我发誓一定弄死你！这些还是鱼吗？白小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哪怕在这冰原上，也都开始额头冒汗，身体不断的闪躲中，避开一条条带着狂风似要在自己身上钻窟窿的剑鱼。仿佛白小纯化身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吸盘，而这些剑鱼则是一支支离弦的箭矢，向着白小纯呼啸而来。任凭他的速度有多快，这些剑鱼似乎也连带着在速度上一样爆发，使得白小纯无论在何处，他的四面八方都有数不清的剑鱼狰狞冲击。若只是短时间如此，白小纯觉得自己还可以坚持一下。可当他闪避了一炷香后，白小纯骇然地发现，这里的剑鱼不但没少，反而在那咔咔声下，大地的冰层持续的崩溃碎裂中，更多的剑鱼冲天而起。该死的，这第21关怎么这么难？白小纯喘息急促，身体晃动中，时间不断流逝，半个时辰、1个时辰、3个时辰，白小纯已经傻眼了。他明明记得这里的关卡时间都是在1个时辰左右，可如今已经过去了半天，可这里的剑鱼好似爆发无穷无尽，依旧还在增加。远远看去，铺天盖地一般，似乎整个世界都成为了剑鱼的天地。他们身上的银光在这阳光的折射下璀璨无尽。白小纯真的要哭了，他想起了金龙鱼，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吃了太多的金龙鱼，所以这里的剑鱼才被自己吸引。此刻他在这不间断，无法休息，更不能有丝毫松懈的闪避中，已经坚持了很久，
直至又过去了数个时辰。当白小纯整整坚持了1天后，他眼看此地居然还没有通过，白小纯抓狂了，这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而此刻，在这第21关的天空上，白小纯哪怕抬头也都看不到的虚无里，有一个童子，唇红齿白的样子，原本应该很是可爱，但现在却是带着一丝冷笑，更有得意，背着手，傲然地盯着下方如同猴子一样跳来跳去的白小纯身上。原本以为这个窃贼不会回来了，我还有些遗憾，可现在他居然还敢来，哼哼，大胆窃贼！20关前你也有权限，我对你无可奈何，但21关后，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这童子想到这里，四心底很是兴奋激动，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这四周的冰原出现了一圈圈白小纯可能觉察不到的涟漪，所过之处，冰原下的剑鱼数十倍的爆发出来，天地轰鸣，剑鱼惊天。白小纯哭丧着脸，有心传送出去，可心底实在是不甘。此刻纠结中，一个不慎之下，被一条剑鱼直接穿透了手臂，剧痛瞬间以无法想象的程度在白小纯体内爆发出来，好似揪心一般，痛得白小纯浑身哆嗦了一下，眼睛也都红了。该死，我本不想作弊，这是你们逼我的。花花，出来吧！白小纯身体急速后退，此刻红着眼，仰天大吼中，右手在储物袋上一拍，顿时就有一条粗壮的根茎直接就从储物袋内陡然伸出，也就是半个呼吸不到的时间，更多的根茎显露，直至月亮花那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了这21关的天地内。无声的咆哮从月亮花身上传出，那盛开的如月亮一般的花朵，此刻每一片花瓣都在震动，传递出一股兴奋之意，似无论此地的冰原还是这些剑鱼，对于月亮花来说都是他梦寐以求的食物。眼看月亮花磅礴的样子，白小纯激动起来，花花，给我灭了这里！白小纯大吼，他对这21关已经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此刻只能将希望放在月亮花的身上。而月亮花的来历，恐怕就连鬼母也都不是很清楚，毕竟就算是曾经的战州，也只是他临时的居所而已。此刻这月亮花刚一出现，因其身体太过庞大，眨眼的功夫，几乎在其兴奋之意生出的瞬间，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剑鱼就直接将月亮花穿透，轰鸣中崩溃了无数份，支离破碎，似没有丝毫的反击之力，散落在冰原上、冰河里。这一幕让白小纯竟然有些傻眼。不会吧，花花，你之前不是很厉害吗？白小纯垂头丧气，身体再次后退，心底叹息中已经打算要认输了。他觉得这21关，别说是自己了，怕是换成天尊大圆满的修士过来，也都要饮恨于此。要知道白小纯的肉身之力，就算是在天尊中，也都是数1数2，剑鱼连他的身躯都可穿透，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但就在白小纯无奈要放弃的瞬间，忽然的，白小纯眼睛猛地一亮，只见从冰河、冰原上之前花花那支离破碎的身体洒落的地方，此刻赫然有一朵朵月亮花，瞬间盛开。随着盛开，那些月亮花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疯狂的生长覆盖，与此同时，整个冰原居然都肉眼可见的融化。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偏偏那些冰河内的月亮花，它们的根茎在河水里扩散，似形成了严密的大网，限制那些剑鱼的飞出。若这些网的数量不多的话，倒也阻止不了剑鱼的冲击。可偏偏月亮花太多了，此刻弥漫了整个世界，不断的蔓延，不断的盛开中，随着冰原的融化，随着冰河内几乎全部都是月亮花，它们的根茎形成的大网，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已数之不清。在这阻挡下，能飞出的剑鱼也越来越少，好似形成了封印，将整个冰河都封死。没有结束，在封死了冰河后，月亮花对于寒气的吸收也在这一刻大范围的爆发展现。冰原虽消失，可冰河内有寒气，剑鱼体内一样也有，可以感受到，似乎在这冰河下有一个大火炉，这冰河正在变成热流，里面的剑鱼也都一个个似傻了一样。很快的，在白小纯与天空上那个童子的双双目瞪口呆下，这原本不断飞出的剑鱼锐减，到了最后一条都没了。不多时，冰河不再有寒气，剑鱼也都失去了锋利，就连这21关所在的世界，也都隐隐有了从未出现过的炎热之意。花花，你太厉害了！白小纯吸了口气，振奋激动中忍不住拳头挥舞。仙月，这怎么可能？仙月就算是当年在仙界，也都是近乎灭绝的仙灵。传说仙月认主条件极为苛刻，需纯洁之人才可。这该死的无耻的作弊之人，怎么能有资格让仙月认主？天空上的童子眼珠子简直要爆出来，整个人内心已经要崩溃了。这在他看来原本完美的局，如今因为传说中的仙月草彻底碎裂。而这21关，此刻哪怕这童子再不甘心，可也没有丝毫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地的世界炎热无比后，似崩溃了规则一样，让白小纯哪里在他无法干扰下顺利过关。看着白小纯兴高采烈带着月亮花被传送消失的背影，看着此地已经模样大变的世界，童子哭了。该死的无耻的作弊者，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成功的，绝对不会让你成为主宰的传承人。你这样的人只会玷污了仙界的荣耀，我更是万万不能让你成为我的主人，那是我这一辈子的耻辱。
下一次我苏醒后，一定弄死你，我发誓。作为这残善的器灵，这童子咬牙切齿，发下誓言，渐渐又消散沉睡过去。第1118集，云海自治州。童子的誓言，白小纯自然听不到，也没注意到在之前的21关内有那童子的存在。不过在心底，对于这21关的难度，白小纯也觉得蹊跷，说不定是那个器灵给我调整了难度。白小纯狐疑，不过想到自己度过了21关，他心底还是很满足了。此事也好判断，那器灵苏醒时间不长，我等过段时间再去闯关，看看具体难度，就可以知道答案了。白小纯想到这里，神念一动，整个人已消失在了残扇中，出现时已回到了永恒世界第2仙域的北部。一方面打坐吐纳，一方面白小纯也时而外出，在这云海州的城池内。随着时间的流逝，3个月后，白小纯清晰地看到此地的变化，感受着北部在巨鬼王以及大天师的治理下日新月异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这云海州的人气与日俱增，不少通天世界之人都汇聚过来。与此同时，在大天师的理念下，炼灵在云海州被大肆的推广出去，隐隐已具备了炼灵之州的雏形。这正是3人所商议的路线，让这云海州的炼灵成为特色后，让圣皇朝内短时间多出一个炼灵之州。也因此，随着云海州的发展，第2仙域的不少商人也都开始来往云海州，使得此地的繁荣也越发的明显。对于这一切，白小纯很是高兴。他明白巨鬼王与大天师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2人，尤其是大天师，恐怕现在的他依旧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而大天师在这治理上的才能也的的确确让白小纯很是服气。同时3个月的时间也让白小纯这里在残扇的闯关上有了准确的判断。那第21关之后，一连6关，难度虽都不小，可却蕴含规则，不像是21关那样给人一种要抓狂之感。哪怕一次过不去，可找到规律后多闯几次还是可以过关的。这些也证明了白小纯的猜测，那第21关的确有问题，一定是那个器灵在搞鬼，这家伙实在太不安分了。白小纯叹了口气，对于这闯关也越发的谨慎起来。好在又过去了1个月，当他闯到了29关后，依旧没见到什么难度的增加后，心底这才轻松了一些。与此同时，随着云海州的发展，白小纯也在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云海州如今最缺的就是人口，最重要的是缺少通天世界擅长炼灵之人，这就使得大天师的计划推动起来变得缓慢起来。对于这一点，白小纯有自己的判断。他在之后的日子里很少去残扇闯关，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密室内取出北脉大剑，神识融入后尝试去与寒门老祖沟通。毕竟在北脉大剑内，当初可是迁移了通天世界里当时仍在北脉的众人，哪怕当时因于蛮荒大战，绝大多数都出征不在北脉，可剩下的那些与如今的云海州比较还是不少。同时也是白小纯极力想要获得的，更是对大天师与巨鬼王而言，一旦北脉大剑里的人走出来，云海州的发展将突飞猛进。这一切都使得白小纯心动之余，与寒门老祖的沟通越发的频繁。终于在又过去了1个月后，当白小纯的修为于残扇的闯关收获下，到了天尊初期的最巅峰时，他与北脉大剑的沟通终于有了回应。这个修为的白小纯似获得了寒门老祖的部分认可，他尽管在回应里没有传出任何神念，可白小纯的神识内明显感受到自己对于北脉大剑的掌控明显与以前不一样了。准确的说，白小纯有种强烈的感觉，似乎只要自己想，就可以让北脉大剑内的北脉修士全部离开大剑，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就让白小纯激动了，尤其是在他尝试后更是喜悦，将大天师与巨鬼王都召集过来后，在这云海州的一处空旷之地，白小纯深吸口气，取出北脉大剑，开始了传送与召唤。天地轰鸣，八方震动，随着北脉大剑蓝光的闪耀，在这山谷内，一个又一个身影带着茫然降临在了永恒仙域上。对于大天师与巨鬼王这些北脉修士不熟悉，可白小纯的身影随着他当年去过北脉，所以几乎是无人不知了。只是通天世界的崩溃，永恒仙域天空上巨大主宰身影的存在，这一切的陌生，使得此刻从北脉大剑内走出的众人，一个个在迷茫中也都心神震动。对于如何处理众人的迷茫，这一点大天师与巨鬼王比白小纯更为擅长。在他们的神识覆盖下，在事实摆在面前中，在半个月后，从北脉大剑内走出的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一切，不管能不能接受，也必须要接受。而无疑，他们是幸运的，相比于曾经的同伴们，至少他们没有经历那场天崩地裂的传送，没有经历如今他们曾经的同门流离失所、被融合乃至奴役的悲伤与绝望。同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条崛起之路。在大天师的引导下，所有降临之人都多多少少的振作起来，加入到了建设云海州的事业里。而他们中擅长炼灵之人虽不如蛮荒那么多，可因人数的庞大，所以炼灵之人数量也不少。而大天师与巨鬼王更是炼灵的行家，更不用说白小纯了。他是通天世界唯一的天品炼魂师，
这一切的基础，使得云海州在之后的日子里发展突飞猛进。云海州的景象也慢慢兴旺繁华，无数商人到来，而炼灵之州的称呼也在大天师的治理与传播下渐渐扩散。一切噱头都是说，这整个永恒仙域世界只有此地能炼灵，而其他地方通天世界的人，哪怕也可炼灵，但在炼灵上都不如巨鬼王和大天师。与此同时，大天师与白小纯商议后，更是将白小纯尊崇为永恒仙域第一炼灵师。这个名号的打出，影响力顿时暴增无数，几乎每天都有通天世界之人汇聚而来。整个第二仙域上，在所有州里，通天世界的修士纷纷振奋。而09天尊与白小纯已有默契，对于此事放任。在他看来，如白小纯这样难缠的家伙，只要不来和自己抢夺权力就好，没必要去太过得罪，有些不划算。至于圣皇，眼看云海州的发展，思索后叹了口气。他明明看出了白小纯的念头与计划，可偏偏此事对他而言也是好事，让他也不好去阻止。当然，若是他不了解白小纯的祸害能力前，遇到此事他一定冷哼，出手扼杀。可如今他也头痛，白小纯身为天尊，又是个能祸害的家伙，还是永恒之龟的主人。一旦自己扼杀了云海州的发展，对方若赖在了圣皇城不走，想到这种可怕的后果，圣皇立刻有了决断，就让他自己去玩吧。就这样，在这云海州内热火朝天，炼灵之州名气扩散，哪怕邪皇朝也都听说时，白小纯眼看无人来找自己麻烦，心底也安稳下来，开始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残扇上。一鼓作气，直接闯过了之前到过的第29关后，白小纯休息一番，精神振奋，向着第30关踏去。可就在他踏入30关的瞬间，这残扇上沉睡了数月的气灵再次苏醒过来。无耻之徒，你爷又来了！这一次我弄不死你，我和你一个姓！气灵童子盯着第30关，低吼中直接降临。警报：因特殊风暴降临，未来几天断更风险橙色预警，一更风险红色预警，预计持续1至2天，请广大读者做好防护准备。第1119集，黑丹一族第30关。天空弥漫灰色的雾气，大地则是一处处山脉，能看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山峰如同烟筒一样不断的冒出大量的烟雾，飘入苍穹，使得这片世界灰蒙蒙的，好似废墟的颜色。在这雾气中更透着药香，只不过因药力太过混杂，使得这所谓的药香也变得好似毒药一般，随着飘散，随着染灰了整个世界，使得这一片天地肉眼看去竟看不到丝毫生机。大地贫瘠，似乎所有的植被都已经因长久的沉浸在这药毒中，从而枯萎灭绝。天空更是没有丝毫飞鸟，只能看到大地山脉间一具具不知腐烂了多久的骸骨，那些都是鸟兽的尸体。这整个世界仿佛就是一处巨大的墓地。白小纯刚一进来，就立刻被此地的药毒雾气以及一声声砰砰巨响惊呆了。这个声音好熟悉，这是什么关卡？白小纯愣住了，这里的气息他太熟悉了。那灰色的雾气内存在的药毒，在他的记忆里曾经太多次的从其手中制造过，只不过与他曾经制造的药毒比较，此地的药毒实在太过浓郁。白小纯只是降临到了这里小半炷香的时间，他就觉得全身不自在，眼睛刺痛的同时，就连呼吸也都觉得好似有刀子在割喉咙一样。而那砰砰声分明就是炸丹炉的声音。天啊，居然还有这种地方！白小纯倒吸口气，身体一晃，避开了一片药毒雾气后，展开速度，在这片似乎荒芜的世界里开始寻找出口。至于警惕之心也随之此地的诡异提高了不少，只是任凭白小纯如何去寻找，也都没有找到此地的出口，反倒是随着前行，四周的药毒原本是漂浮不动的，此刻它的速度之下引动的风，使得此地的药毒雾气也都流动起来，不断的扩散中。白小纯眼睁睁看到一座山峰被这雾气覆盖，当雾气挪开后，那片山峰都被腐蚀了后，他的眼珠子都鼓了起来。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很快的，白小纯就发现这里的药毒雾气在这混合中毒性的方向以及轻重也都不同，甚至药效也是如此。比如他看到了腐蚀山峰的毒雾，也看到了一片勉强还算清澈的溪流，在雾气过后直接就成为了黑色，散发出让人心惊的气息，似乎成为了剧毒。还有一种药物无声无息，白小纯都没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吸入了好几口。随着肚子的剧痛，白小纯面色大变，赶紧吃下一些解毒的丹药，可肚子内如肋骨般的声音让他苦着脸，立刻找了一个山洞半晌后，当他走出来时，整个人都虚弱了不少。该死的，居然连泻药都有！我可是天尊啊，我还是不死卷大成的肉身，居然都中招了。白小纯心底有些发颤，他担心继续飞下去会遇到类似发情丹的药毒，一想到自己若是被一大片发情丹的药物覆盖的后果，白小纯就浑身发寒。该死的，以往都是我给别人用丹，这第30关诡异，居然让我都深受其害。白小纯心惊肉跳，只觉得这一关太难了。此刻小心翼翼的同时，神识也慢慢散开，想要去看看究竟。很快的，白小纯的神色就古怪起来，
他的神识内清晰地注意到，在这一条条山脉的内部，居然存在了大量的部落。之所以说是部落，是因这里的人衣着大都原始，就仿佛是通天世界蛮荒的土著一样。可偏偏这些部落里的生灵，竟一个个都在炼丹。更让白小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生灵看起来像是人，但身体都很小，最强壮的一个也只是常人的巴掌大小。至于其他的，则只是拇指身高。此刻在各自的部落内，一边炼丹，一边手舞足蹈，好似魔怔一样，发出一些白小纯听不懂的声音。这一幕让白小纯觉得熟悉，同时隐隐记得，似乎自己炼丹到了极致的时候也会如此。而那一条条山脉中升起的烟雾，就是这一个个部落炼丹形成。看着这些小人的表情，白小纯更为心惊。他此刻已经明白了因果，此地的世界或许曾经是一片美好的，但最终却被这些小人炼丹给彻底毁掉了。无数生灵被毒死，无数植被被灭绝，就连天地也都在这毒雾下似要枯竭。太可怕了！白小纯眨了眨眼，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炼丹是多么的恐怖后，他对于这些小人就更是敬畏了。只不过在内心深处，他还有些四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般独孤求败一样的跃跃欲试。毕竟在意识到自己炼丹容易出问题后，白小纯已经克制自己很久了。眼下闻着药毒，白小纯觉得自己有些克制不住，要去露一手，让这里的小人药师看看自己的厉害。不行，我要克制我自己。白小纯深吸口气，他觉得自己的目标是通关，至于其他没有用处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妙。这一关莫非就是要我在极端的环境下坚持存活下去？白小纯好不容易压下自己的冲动，认真的思索后，抬头看了看那些毒雾，又低头看了看山脉内正在炼丹的小人，有些迟疑。与此同时，在这天空上，白小纯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地方，残善的器灵化作的童子正背着手，得意地站在那里，傲然地俯视白小纯。黑丹一族，这可是当年连主宰大人也都头痛的可怕部落，他们炼制的丹药，天下无人敢吃一口，就算他们自己也都不敢去吃。可偏偏他们对于炼丹的天赋同样冠绝天下，且几乎人人都热衷炼丹。哼哼，当年主宰曾说过，若给黑丹一族足够的条件，他们可以毁灭整个星空。这里虽只是借生死道元虚幻而成，可同样也有真实的一面。除非这无耻之徒有主宰修为，否则的话，他绝对坚持不了多久。正常状态是在此地坚持3天就算过关，可现在嘛，我把时间给你调整到1万年。小贼，这一次若还是让你过关，我就和你一个姓。残善童子想到这里，忍不住有些飘飘然，开心的大笑起来。他认为这一次万无一失了，没有人能在黑丹一族的药毒下能坚持那么久，强行逼迫自己，必然是死得极为凄惨。而且此地更有生死道元加持，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根本就不是修为可以灭杀的，只有同样的药毒才可以让他们受到影响。而想要离开这里，唯一的破绽之处就是这些黑丹一族所有部落屈服，全部统一达成共识，排斥白小纯。如此一来，才可影响世界法则，强行破开童子的干扰。可这是不可能的，黑丹一族从来都是一个绝不屈服的种族，当年主宰亲自出手，也都只是达成合作，难以让这个种族屈服。想到这里，童子笑容更加灿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白小纯慢慢绝望的表情了。在这样的心绪下，为了让这场好戏更快的上演，童子决定帮助白小纯一下，让这里的黑丹一族快些发现白小纯的入侵。哼哼，无耻之徒，你的劫到了！童子激动振奋，掐诀向着大地一指，顿时一道看不见的波纹在这世界内顷刻间回荡开。又正是在这一刹那，此地山峰内所有黑丹一族的部落里，所有的小人都身体一震，瞬间抬头。白小纯隐藏身影的修为，在这一刻被直接剥夺，他的身影在这一瞬直接就被此地黑丹一族所有人清晰感受。终于来人了，这是我的噬药炉鼎，谁也别和我抢！你们走开，这个炉鼎我们部落要了。炉鼎别跑，我们来了！一瞬间，大地山脉内无数黑丹一族的小人，一个个兴奋激动中叫嚣的冲了出来。第1120集，谁是怪丹老祖？这些小人有的手里拎着木棍，有的则是背着药袋，还有一些骑着目光呆滞，可行动却极为灵活的凶兽，甚至还有一群抬着巨大的丹炉，更有不少手中拿着火石，此刻一个个目中带着激动，显然是对他们而言，在这片世界被他们玩坏了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白小纯这样的噬药炉鼎了。尤其是想到这么大的炉鼎一定可以尝试他们这些年研究出的各种丹药，他们就忍不住激动的嗷嗷叫了起来。看向白小纯的目光也都如同饿狼看到了美女一样，那火热的目光好似实质，似要将白小纯全身都看得彻彻底底通通透透。更为夸张的是，他们冲来的过程中，一个个争先恐后，有不少竟彼此打了起来。整个天地在这一刹那，从原本只有炸丹炉的声音之外，相对安静的状态里，变得直接沸腾起来，声浪之大之嘈杂，铺天盖地的同时，白小纯在天空上，整个人也已然瞠目结舌。
他呆呆地看着从这一处处山脉内冲出的如同耗子一样数不清的小人，看着他们大都是身上漆黑，明显是被丹炉炸开的雾气沾染的样子，尤其是他们口中叫嚣的吼出的话语，这让白小纯在听清楚后眼睛都睁大了。我是噬药炉鼎。白小纯以为自己听错了，再三确定后，他整个人顿时就暴怒了。你们居然说我是噬药炉鼎！该死的，你们才是噬药炉鼎！你们全家都是噬药炉鼎！这番话若是别人听到，还不会如此暴怒。可白小纯这里本身就是药道大师，自己都不知道抓过多少凶兽试药了，就好似一个杀猪的屠夫，突然有一天，一群猪跑过来说他是猪要宰掉他一样，这种羞辱直接就让白小纯炸毛了。就在白小纯这里怒意爆发的同时，四周呼啸而来的那些黑丹一族的部落小人，一个个咧嘴露出发黄的牙齿，从身上立刻就掏出不少丹药，向着白小纯就猛地扔了过去。炉鼎，来试试我家祖传9代的阴阳逆转丹，别和我抢啊！炉鼎，来来来，吃我的，这是我最近刚研究出来的打嗝丹，保证你将去年吃的饭都打出来。滚开滚开，看我90轮回丹，这可是我练了100年才练出的丹药。一言不合，直接扔丹。这一刻，白小纯四周的所有小人全部都拿出了丹药，齐齐向着白小纯扔来。显然他们有天赋，也有经验，使得这些丹药还没等碰到白小纯，就自行的崩溃爆开，形成大量的药粉与药雾，翻滚中直接就要将白小纯淹没在内。白小纯浑身一抖，身体急速后退，可刚一退后，又有一大把丹药在那些小人的叫嚣中扔了过来，轰轰之声不断的在天地间回荡。白小纯闪躲虽快，可这些小人太多了，他们的丹药更多，在那不断的爆开中，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天空上就出现了看不到尽头的浓郁药雾，任凭白小纯如何避开，也都无法瞬间冲出。更不用说那些跑得慢的小人，此刻好不容易靠近，一看白小纯已经被自己的同伴所扔的丹药包围，顿时急了。炉鼎忍住，吃我的丹药啊！该死的，还有我的！四周的后来者纷纷也都取出大量丹药扔了出去。轰鸣中，天空上的药雾更加磅礴，尤其是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很是混乱的同时，也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白小纯这里狼狈至极，刚要冲出，又被这些丹药爆开的雾气淹没。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还有不少小人原本是打算活捉白小纯，可如今一看这个样子，也都急了。你们太过分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噬药的炉鼎，你们这样会把他玩死的。不行了，既然不能活捉，死前怎么也要吸一口我研究了一辈子的复活丹。炉鼎，坚持住，吸一口我的10全大补丹，保你顺利坚持1炷香。于是更多的丹药在那杂乱的轰鸣中又被扔了进去。眼看整个天空都充满了惊人的药物，地面上的那些小人一个个都目中露出火热与期待，他们想要看看白小纯这里是否能吸收了自己研究的丹药，又会出现什么变化，甚至因为这件事彼此又争吵起来。你们知道来一个炉鼎多不容易吗？这下完了吧？哎呀，希望这个炉鼎死亡前能多吸几口我的药物，都怪你们，给我们黑丹一族丢人啊！一个个跟没见过炉鼎似的。在这些小人彼此争吵时，天空上气灵化作的童子此刻也都倒吸口气，身体后退了不少。即便他不怕这些药物，可实在是看到那些雾气，他就觉得可怕至极，浑身发寒的慌。主宰说的对啊，这黑丹一族果然是最可怕的存在，给他们足够的条件，一定能灭了整个星空。那个无耻的家伙就应该用黑丹一族去收拾。童子想到这里，精神振奋，赶紧看向雾气，想要去看看白小纯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在他脑海里，此刻都幻想出了一幕幕让他觉得舒爽解气的画面。就在这童子以及黑丹一族所有族人每一个都翘首以盼时，在那无数目光的凝聚处，这片磅礴的雾气内直接就爆发出了一声震天巨响。轰鸣中，有狂风从雾气内爆发，向着四周横扫的同时，白小纯的身影也从里面冲了出来。他的头发凌乱，甚至头顶的一处已经空了。他的脸上露出的皮肤上，有的地方黑，有的地方红，有的地方粉，还有的地方出现了黄，整个人好似被染了一样，看起来很是狼狈。尤其是一边冲出，他还一边打着喷嚏，更夸张的是身后砰砰之声回荡，有莫名的臭气扩散四方，还有他的眼睛此刻泪水控制不住的流下，张开口想要吼时，又有一团火从其口中冒出，还有那种全身上下奇痒无比，尤其是隐秘之处，更是让白小纯抓狂的梦了。他这辈子都没有过如此经历。而最让人崩溃的是，在白小纯的身上、脸上，此刻竟出现了无数的印记，有王八的，有小鸟的，有猫狗的，有树叶的，各种形状，各种样子。至于丹炉的印记，同样不少，仔细一看，没一个重复。那是我的印记，哈！这个炉鼎吸了我的丹药，我一定是这一代的怪丹老祖。也有我的，那个小王八就是我啊！太高兴了！该死的，为什么没有我的印记？为什么？我明明扔了100多粒啊！都别和我比，我才是黑丹一族的怪丹老祖。地面上的黑丹一族众人此刻有不少振奋激动，显然他们在药道上
已经做到了让吃下自己丹药之人身上浮现属于他们的特殊印记，可更多的却是捶胸顿足，懊悔无比。白小纯感受着身上的巨痒，心灵更是承受了无法形容的折磨。又听到这些小人的话语后，白小纯的双眼顿时就赤红一片，整个人已经彻彻底底的抓狂，怒火前所未有的滔天而起。以往都是他用丹药来对付别人，如今还是第一次被人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丹药来祸害，那种感觉让白小纯觉得自己要疯了。尤其是此刻来自这些小人的纷乱怪嚷、戏谑懊恼之言，更是对他身为药道大师的羞辱与挑衅。你们欺人太甚！该死的，这是你们逼我的！我告诉你们，我白小纯一旦发火，自己都害怕。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怪丹老祖！白小纯怒吼，一拍储物袋，直接就取出了一把丹药。第1121集，小纯出手。白小纯强忍着身体的各种不适，哪怕奇痒无比，而且有些地方都无法去抓挠，使得他双腿都不由得夹紧，面色被憋得紫红一片，甚至眼泪都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还有那不时的喷嚏，以及从体内似乎要爆发出的火热，可这一切都淹没不了内心的疯狂。太欺负人了！你们太欺负人了！白小纯浑身哆嗦，只觉得怒意如潮水一样，一直接在脑海里，不断的拍击，不断的爆发，不断的轰鸣。此刻随着低吼，他右手一拍储物袋，立刻就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大把丹药。他要报仇，他更要让这些小人知道，在怪丹这条崎岖之路上，他白小纯才是真正的强者。强者不容挑衅。而他首先取出的，正是当初在蛮荒的葵黄城内，因与2位选品炼魂师斗法，从而被他研究出变异魂药内蕴含的让人拉肚子甚至臭屁连天的药素。当初事后，白小纯也曾琢磨了一下，将那药素提炼出来，从而炼制出了一批他自己也都不敢尝试的丹药。此丹原本无名，今天被白小纯取出的同时，也被他命上了名。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白小纯真正的可怕之处。净体化会丹！白小纯大吼中，将手中丹药猛地掷出。这些丹药刚一飞出，就被白小纯甩袖间全部崩溃，化作大量的药粉，随风扩散开来。甚至为了药效更好的扩散，白小纯展开了极致的速度，在这天地内，在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四周不断的挪移，每一次停顿都会扔出大把净体化会丹。砰砰爆裂之声不断的回荡间，四周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也都纷纷愣了一下。实在是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种敢在炼丹上来挑衅自己的人了。此刻一个个顿时振奋激动，更有不少仰天大笑。哈哈，没想到啊，居然遇到了同道中人，这个卢鼎不错，非常不错。卢鼎，我看好你，你的丹药就让我来尝试一下，看看有何奇妙之处。别和我抢，这是斗丹啊！一个修士居然敢和我们黑丹一族斗丹，卢鼎，我佩服你的勇气。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此刻非但没有畏缩，反倒一个个兴奋的不得了，甚至有不少主动的飞出靠近，好似陶醉一般去吸收白小纯的丹药药粉。白小纯眼看如此不由一呆，同时心底怒意更甚，索性将丹药更多的扔出，也不在乎存货不多的现实。此刻随着捏碎丹药，很快的这四周八方就弥漫了净体化会丹的粉末，被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争先恐后的吸收后，这些小人一个个刚开始还很振奋期待，可很快的就纷纷神色古怪起来。眨眼的功夫，砰砰之声不断的传出，一个个竟开始了放屁，更有一些惊呼起来，捂着肚子就立刻蹲了下来，居然是拉肚子。卢鼎，你这是剽窃我们的丹药，难道你就这点本事吗？叔父啊，这丹药还不错，可与我们比还是差太多了。就这样还自称怪丹老祖？对付这种丹药，我有1600多种化解办法。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有的直接就取出不少解药，淡定的吃下，还有一些显然是承受能力远远超出了白小纯的想象，明明臭屁不断，可居然很是镇定，似在享受一样。此事简直就是比言辞的讥讽更加强烈的羞辱。别着急，白某给你们准备的又岂能只是一种丹药？白小纯冷哼一声，右手抬起一挥，这一次他取出的赫然是当初在血溪宗内给炼师服用的让其全身长毛的无名丹药。这些丹药在白小纯的储物袋内，因时间已久，所以数量极多。此刻被他扔出后，随着砰砰之声，丹药爆开，又有狂风横扫，顿时就扩散八方。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一个个都不以为然，躲都不躲一下，任由这些丹药落在身上。很快的，他们的皮肤上就长出了毛发，这些毛发生长极快，颜色也不知为何五颜六色的。不多时，放眼看去，大地上的黑丹一族竟有不少看不到的身体，只能看到一团毛茸茸的滚来滚去。咦，这个丹药不错呀，居然长毛！天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不过我怎么感觉有点痒啊？卢鼎，看来你还是有些本事的，不过也没用，看我解药。那些黑丹小人刚开始还有些惊讶，可很快的，每个小人都用出了不同的化解丹药，他们身上的毛发肉眼可见的急速消失。眼看如此，白小纯没有着急，他对于这些小人恨意不少，
又身为药道大师，知道单一丹药的效果远远比不上叠加丹药的爆发。此刻他做的就是不断的叠加。没等众人完全化解，白小纯目光一闪，再次扔出一把丹药。这一次他扔出的是自身的3大超丹之一分手丹。分手丹一出，顿时惊天动地，好似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掀起了无声的轰鸣。尤其是分手丹的爆开，形成的也不再是粉末，而是化作了雾气。此刻甚至都不需要太多的风，就自行的扩散开来。但凡是碰到了黑丹一族的小人，就立刻融入其体内，速度极快。分手丹的奇异立刻就引起了黑丹一族小人的注意，他们纷纷心神一震。实在是这份手丹从传播的模样上看，明显非同凡响。可他们还是有足够的自信，此刻依旧是没有后退，甚至有不少哈哈大笑间主动的吸收起来。但很快的，那些主动吸收的小人一个个就面色微变。这丹药有些不对，此丹竟可影响情绪，这是什么丹？还没等这些黑丹一族的小人感受得更详细，或许是因他们体质的不同，分手丹的药效竟瞬间爆发出来。你走开，我决定了，丹药一图才是我的真爱，我不适合你，我们分手吧。分手，从此你是你，我是我，你把我给你的丹药还给我。嗡鸣哗然之声立刻就从这些黑丹一族中爆发，看着里面一个个小人的情绪变化，还有那说出的言辞，四周那些没有被分手丹沾染之人纷纷色变，一个个赶紧取出不同的解药，尝试去化解。可这一次，他们无往不利，迅雷一般的化解，首次的出现了缓慢，尽管有些效果，可明显的绝非短时间能抹去影响。而白小纯的叠加丹力此刻也已然发作，但凡是中了分手丹之人，他们的身体原本被压制下的毛发再次生长，同时他们的臭屁与腹泻之意也随之再次发作。顿时惊呼之声传遍四周，黑丹一族的小人第一次出现了惊骇之意，就连苍穹上残善气灵化作的童子，此刻也都倒吸口气，神色凝重无比，觉得自己似乎小看了这个无耻的白小纯。可他们还是太不了解白小纯了，与前面3种丹药比较，白小纯的3大丹中的最后2种丹药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鬼神都惧。这堪称杀手锏的丹药，正是致幻丹与发情丹，二者不分伯仲，根本就分不清谁上谁下。若非是因数量不多了，白小纯定然不会将其放在最后。此刻他狠狠一咬牙，直接就取出了发情丹。发情丹一出，似这世界冥冥中有神灵，感受到了发情丹的恐怖与可怕，传来了一连串的滚滚天雷，震动八方的同时，白小纯深吸口气，神色也都变得有些悲天悯人，轻轻的一甩小袖，扔出了发情丹。哭泣吧，挣扎吧，自以为是的黑丹一族，从此你们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祖。第1122集，接招吧！白小纯3大丹之一的发情丹，其威力在无数次的尝试中早已被见证了其不可匹敌的凶残与疯狂。若非是如今数量实在是不多，白小纯一定大量的扔出，让这些黑丹一族的混蛋药师们知道什么才叫颤抖，什么才叫绝望。尤其是白小纯的丹药，无论是个头的大小，还是药效的分量上，都不是这些受身体限制的黑丹一族小人可以比拟。此刻哪怕扔出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依旧是药效十足。此刻随着白小纯大袖一甩，顿时他此刻储物袋内近乎30%的发情丹就立刻被他直接的扔出。这些发情丹在飞出时，正是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全力的压制分手丹的时刻，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与之前比较，此刻飞出的丹药才是他们的绝世大劫。砰砰之声瞬间就爆发开来，与分手丹不同，与之前的其他丹药更是截然不一样。分手丹爆开后化作的是雾气，这雾气颜色粉红中带着某种说不出的诱惑，其扩散的速度更是在白小纯的多次改良下，匪夷所思般瞬间就翻滚四方。哪怕有反应快的黑丹一族小人感受到了某种说不出来的心惊肉跳后，立刻掐诀，甚至扔出或是中和的或是引风的丹药，试图化解发情丹的粉色雾气，又或者引来狂风要将其吹散。可这发情丹的雾气绝非寻常之风可以吹散破灭，任凭这些黑丹一族的小人如何挣扎，也都无法奈何发情丹的雾气。这一切说来缓慢，可实际上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立刻发情丹的雾气就扩散八方，直接将天地笼罩后，其霸道的一面也在这一刻凸显出来。所有的毒物，所有的药粉，所有黑丹一族之前扔出的丹药，竟都在眨眼的功夫，好似子民遇到了帝王一般，全部都被驱散开来，使得天地间此刻尽是粉红。与此同时，随着发情丹的雾气的扩散，四周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一个个骇然中想要后退，可还是晚了。他们中有不少只是吸了一口，就立刻浑身一抖，呼吸急促的前所未有，双目更是刹那就血丝弥漫，赤红一片，尤其是目中的神智更是在挣扎中肉眼可见的急速消散。这是什么丹药？天啊，不对劲，很不对劲！我觉得我身体发热，我怎么了？哎呀，我要失去神智了，我控制不住自己了，爆发了，要爆发了！瞬间，阵阵哗然之声带着疯狂，带着不可思议，
立刻就在这四周的黑丹一族小人口中陆续的传出，尤其是此刻雾气还在扩散，很快的越来越多的黑丹一族小人纷纷发狂一般的咆哮起来。他们的理智此刻已经彻底丧失，全身的火热让他们依然癫狂，粗重的呼吸，还有那相比自身个头越发显得粗壮的肌肉，使得他们好似变身一样，此刻嘶吼中竟向着四周的同族猛地就扑了过去。若是被扑倒的对象也是吸了发情丹雾气的，还好一些，最起码不会痛苦。可四周的黑丹一族小人太多，吸收发情丹雾气的只是占据了部分而已。如此一来，就代表绝大多数的发情小人，他们所扑的对象是身心正常者，顿时凄厉的惨叫、抓狂的嘶吼，还有带着骇然与恐惧的惊呼，就在这天地间惊天而起。你干什么啊？你不要这样！天啊，你怎么能这样？该死！你们5个居然一起来走开！你们走开，我错了。整个大地一片混乱，这混乱的程度无法用言辞来形容，甚至只是看一眼就会让人目瞪口呆的怀疑人生。尤其是随着发情丹的发作，之前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勉强压制下去的分手丹也顿时爆发出来，与发情丹融合在一起后，没有起到化解的作用，反倒是让人时而清醒，时而癫狂，如同冰火一般，足以让无比坚强的意志也都轰然坍塌。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叠加丹药的威力在这一刻也充分的体现出来，无论是长毛丹还是之前的净体化会丹的效力，也都再次的涌现，立刻就使得这本就混乱到了极致的大地再一次加剧，仿佛火上浇油一样。哀嚎声、咒骂声、惨叫声、凄厉的挣扎之音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放眼看去，大地上无数的黑丹小人，除了四周边缘的没有受到影响外，核心区域的所有小人已经暴乱了。这一切落在那些清醒的黑丹一族小人眼中，就仿佛人间地狱一样，看得他们浑身发抖，连连吸气的同时，看向白小纯时也都带着骇然与愤怒。卢鼎，你这是在找死！居然敢与我们斗丹！卢鼎，你死定了！你输定了！这种丹药虽然可怕，但我们也能化解。四周那些清醒的黑丹一族小人，此刻虽心神震动，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信不允许他们崩溃。此刻哪怕分成为了很多部落，但却少见的同心协力，一个个立刻取出各自珍藏的化解丹药，试图去抹去发情丹的恐怖之处。而他们也的确有本事。随着那大量的解毒之丹的扩散，随着无数丹药的扔出后，使得发情丹的雾气被稀释的扩散，药效更是被压制了大半之多。与此同时，那些中了发情丹而疯狂的黑丹一族小人，也都勉强的保持了一些清醒。在意识到自己都干了什么事情后，他们的尖叫声、他们的愤怒嘶吼，让这片天地都为之色变。可这一切都在白小纯的意料之内，他站在半空中，望着这一幕冷笑起来，神色内更有孤傲。此刻袖子一甩，再次取出了一大把丹药。黑丹一族，本老祖的丹药又岂能只有这些？之前都告诉你们了，我一旦发火，自己都害怕。接招吧，致幻丹！白小纯得意的一声大吼，将手中的最后一种丹药蓦然扔出。致幻丹一出，天地轰鸣。此丹虽不如发情丹名气大，可在某种程度上，它才是白小纯手中的第一怪丹。如果说发情丹掀起了无数腥风血雨，那么致幻丹上则是蕴含了一切的巅峰疯狂。此丹一出，雾气扩散，几乎是无孔不入，在眨眼间就扩散四方。而白小纯还嫌扩散太慢，其天尊修为爆发，掀起狂风，吹动八方，使得致幻丹的雾气顷刻间就弥漫了大半个世界。浩劫就此降临。原本黑丹一族那些清醒之人可以去用海量的丹药化解族人的疯狂，可如今致幻丹的雾气扩散之下，无论是原本就疯狂的，还是那些曾经清醒的，都全部身体一颤，随着颤抖，随着呼吸，他们的目中立刻就出现了茫然。在这茫然下，一个又一个的黑丹一族小人顿时就出现了数不清的幻觉。快来认我，我是丹药，哈哈，我是天下第一神丹。一个黑丹一族小人把自己缩成一个圆形后，用力的向前抛了出去。落地时，双手伸开，口中发出怪叫，似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丹药。还有的则是对这一块大石头指指点点，不时的还用头去撞。更有的三五成群，手拉手，居然唱起了歌曲。全疯了几乎所有的黑丹一族小人都疯了。致幻丹下，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压制丹药叠加之力后，他们的身上开始长出大量的毛发。他们的身后臭屁连天，尤其是发情丹的药效，也在此刻又一次崛起时，一场就连神灵看到也都要傻眼的荒诞诡异景象，在这大地上堂皇上演。第1123集，我们造了什么孽？白小纯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赶紧收回目光，更不用说此刻天空上原本得意洋洋准备看白小纯出丑的欺凌童子了。他已经彻彻底底的傻眼，甚至都不敢去相信自己如今所看到的一切。他看着那些黑丹小人的疯狂，耳边传来的是各种怪叫、各种喘息、各种嘶吼，还时而夹杂着某些四星满意足后的感叹。这一切的一切让气灵身体颤抖，
哆嗦中，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这不可能，我一定是看错了。嗨，这是幻觉，这一定是幻觉。气灵童子颤抖中喃喃低语，似整个人的人生观都在这一刻崩溃了。只是当他再三的确定，再三的揉眼睛、抠耳朵之后，看着没有太多变化的混乱大地，听着比方才还要强烈的声声音浪后，这气灵童子嘶的一声长长的倒吸口气，意识到这一切千真万确的他，此刻终于崩溃了。你们可是黑丹一族啊，就连主宰也都忌惮的黑丹一族啊！该死的，你们一定是假的！气灵要哭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过，眼前这个依靠作弊的无耻白小纯，居然在炼丹上比这些黑丹一族还要恐怖。没事，我一定不会输。黑丹一族之所以强悍，除了炼制各种怪丹外，他们性格中带着的坚韧与绝不屈服，才是他们的可怕之处。我相信清醒过来的黑丹一族一定会奋发图强，一定会重新振作崛起。这一关绝不会也绝不能被通过。气灵童子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自己也都歇斯底里了。实在是白小纯的可怕之处，此刻他哪怕不愿承认，也都必须要慎重无比的对待。此刻的白小纯站在半空中，他看着大地上的混乱，有心再加一把料，可摸了摸储物袋后，不得不遗憾的叹了口气。他的丹药实在是不多了。不行啊，我也是药师，太了解药师了。一个成功的药师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绝不放弃的品质，更要有种偏执才可。白小纯有些发愁的看着地面上那些黑丹小人，他很清楚自己可以让这些小人暂时的吃亏，可他们总会有清醒的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自己若是丹药足够还好，可如今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逐渐的失败。一想到失败在这黑丹一族的小人手中的后果，白小纯就打个冷战，不由得吸了口气。思索片刻后，白小纯脑海猛地一闪，眼睛刹那亮了一下，他猛地一拍脑袋，眉开眼笑。我怎么忘记了？我除了丹药有奇效的优点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那就是炼丹啊！炼丹时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以前需要去避免、去压制，可在这里，我要的就是意外啊！至于炼丹的材料，我虽不多，可这些黑丹一族的小人必定有啊！白小纯想到这里，顿时激动了，他身体瞬间一晃，趁着这些黑丹小人疯狂时，化作一道长虹，立刻就离开此地，直奔那些黑丹小人一个个部落所在的山脉而去。事实也的确如白小纯所判断的样子，这些黑丹小人部落所在的一处处山脉内，果然存放着无数的炼药材料，有兽骨，有草药，还有一些奇异的石头，更有不少白小纯也都没见过之物。在他的观察下，他已然看出这些物品看似真实，可实际上与这关卡一样，都是似真非真，似幻非幻。不过用来炼丹还是可以的，只是最终炼制的丹药能否带出去，这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的白小纯考虑的不是这个，而是要让这黑丹一族彻底屈服。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一关想要过去，就是要让这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低头啊！白小纯深吸口气，展开全速，在这一条条山脉内，一处处黑丹一族小人的部落里，将其在葵黄城练出的刮地三尺的本事完美的施展出来，整个如同一股蝗虫之风，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只是这里的黑丹一族部落太多，大大小小不说无数，也足有数百上千之多。白小纯哪怕有搜刮的本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1个时辰后，当他搜刮了近乎70%时，外面大地上的那些黑丹小人，一个个终于渐渐恢复了意识。他们在清醒后，在察觉之前这1个时辰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后，他们所有人都呆了一下，很快的，一个个就爆发出了比之前1个时辰更为凄厉的嘶吼：“我要杀了你，卢鼎！我们黑丹一族与你势不两立，你死定了！啊啊！我发誓，有你没我黑丹一族！”无数的黑丹一族的小人全部都怒吼滔天，似乎他们这一辈子也都没有如今天这样的疯狂，这样的怒意惊天。这件事对于所有的黑丹一族小人而言，就是这一生都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他们此刻已经顾不得要把白小纯当炉鼎了，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找到白小纯，将其折磨10000年。甚至为此，他们都各自取出了或是祖传的，或是自己舍不得用的绝世怪丹，一个个煞气滔天，拿出了比毁灭这个世界还要认真的态度，在这天地内疯狂地寻找白小纯。可以想象，只要他们找到了，必定就是一场绝世的单战。只是在这黑丹一族小人发狂时，白小纯早就藏了起来。鉴于最早时被黑丹一族发现身影的前车之鉴，他并非停留在某处，而是移动藏身。听着外面传来的黑丹一族的咆哮，他也心惊肉跳。一方面对于这些小人的恢复速度感觉吃惊，另一方面也不甘心。哼，你们给我等着，我们还没完！白小纯冷哼一声，在其中一处藏身之地取出之前搜刮来的一个个小丹炉，也不觉得麻烦，又拿出了自己储物袋内的不少大丹炉，开始炼丹。不就是持久战吗？我怕你们？白小纯一咬牙，双手掐诀，将搜刮来的药草立刻就分配开来，顿时他四周大大小小的丹炉同时震动。一旦炼丹，白小纯自己就先陷入疯狂，他的双眼赤红，此刻满脑子琢磨的不是成丹，而是如何变着花样的出现意外。
很快的，当那些黑丹一族找到白小纯藏身之地时，那一个个丹炉就出现了赤红，甚至有不少都出现了要碎裂的征兆。以往这一幕出现时，白小纯都会心惊，可如今却是狂喜，袖子一甩，直接就将这些丹炉全部扔了出去，也不看具体扔的地方，全部卷出后，顿时炸裂之声就持续的轰鸣而起。轰隆隆的巨响过后，在那些黑丹小人的怒吼下，白小纯身体一晃，再次离去。出现时又在了另一处区域藏身，继续炼丹。时间流逝，3天后，黑丹一族的小人们更为抓狂了。这3天对他们而言，甚至比之前还要折磨，实在是炸丹炉的威力以及巨响不断的撼动整个世界，而那丹炉炸开的冲击又极为狂猛，尤其是白小纯随身携带的大丹炉，更是对黑丹一族的小人而言，好似惊天动地。不单单是这样，在这炸丹炉持续了3天后，苍穹上开始凝聚出了乌云，居然有酸雨瓢泼一般落下。那酸雨落在黑丹一族的小人身上，他们的衣服瞬间就融化，他们的身体更是出现剧痛，甚至就连大地也都好似被腐蚀，更不用说那些山峰了。天哪，这哪里是酸雨，这分明是毒雨！该死，该死，该死啊！这些小人纷纷抓狂，一个个怒意更为狂暴时，这酸雨内出现了紫色的闪电雷霆，这些闪电凭空而出，向着整个大地轰隆隆的降临，根本就没有停顿的时候，好似扫地一般，呼啸而来，呼啸而过。这就让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一个个根本就无法外出，只能躲在山脉内。可很快的，他们就发现更大的浩劫已然降临了。那是雾气，从石头缝里钻出的雾气，这些雾气充满了刺鼻的味道。尤其让黑丹一族崩溃的是，里面居然也有发情丹与致幻丹的部分药效。如此一来，曾经那一个时辰的可怕时光，如今变成了无时无刻。天哪，怎么会这样？不，我要死了！这不可能！我们黑丹一族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老天爷居然这么惩罚我们！第1124集，您走吧。不得不说，黑丹一族在坚韧的程度上，在这绝不屈服的性格中，之所以能让曾经仙界的那位主宰动容称赞，的确是有些道理的。如果是换了其他人，此刻早就彻底崩溃了。毕竟这场斗丹中，黑丹一族已经算是一落千丈，败得不能再败了。整个世界都是不断洒落的酸雨，还有那横扫呼啸的紫色闪电。无论是酸雨的腐蚀，还是闪电的狂暴，使得这本就千疮百孔的大地都在震颤中，好似要被抹去一样。无数的山峰、大地已经坑坑洼洼，其被破坏的程度超出了之前太多，别说是寸草不生了，就算是走在上面，都会给身体造成无法形容的创伤。与此同时，在这山脉内无处不在的药物，更是仿佛压垮黑丹一族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们处于崩溃中，欲仙欲死。更不用说那时而出现的炸丹，轰鸣八方，掀起无数回音的同时，也让这片世界乃至所有的黑丹一族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时间可以休息。这一切非人的折磨，足以让绝大多数的生命妥协了。可偏偏黑丹一族，哪怕到了如此程度，哪怕哀嚎连连，可却依旧撑着。这一撑就是1个月。到了最后，白小纯也都佩服这黑丹一族了。他觉得这黑丹一族虽很让人生气，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个好丹师。对于这样的好丹师，我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才好。白小纯深以为然，看了看剩余的那些药草，他决定要将这件事情持续下去，甚至还要多研究出一些炼丹的意外。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些伟大的好丹师。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小纯开始废寝忘食般红着眼，沉浸在炼丹之中。各种稀奇古怪的丹药，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如噩梦一般频频出现。终于，在坚持了整整3个月后，黑丹一族哭了，所有族人都哭了，他们一个个奄奄一息，绝望了。心神的坚持，在连续3个月的折磨后，再用尽了办法，也都无法化解药效后，在意识到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存在后，他们崩溃了。死亡不可怕，灭族也不可怕，羞辱我们更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这种在丹药上的碾压，这种让我们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一辈子都笼罩在其阴影下的噩梦。他不是人，他是丹魔，他是药师的丹药狂魔。我们本以为我们就已经够让人胆寒的了，没想到他居然比我们还惊人。苍天啊，这世间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家伙？既有了我们黑丹一族，又何必还出现此人？这片世界有史以来，黑丹一族所有的部落的头领第一次聚集在一起，顶着那让人疯狂的毒雾，强忍着内心的火热与冲动，他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在这会议上，所有的黑丹一族首领异口同声地达成了一致，他们改变了原本绝不屈服的念头，全部统一意见，要将那可破的怪丹狂魔驱除出去。之前我就听说，鬼母天尊被这白小纯掳走时，似乎发生了不可描绘的事情，现在来看，是真的了。天哪，若真的如此，这白小纯也太强悍了。我看实有啊，不然的话，鬼母天尊为何要主动的离开邪皇城，选择此地镇守邪皇朝的众人在这离去时，纷纷神色诡异的传音，开始了议论。不管众人如何猜测，如何传音，
随着他们的离去，这云海州好似被封印般，再没有其他州的救援之人。而白小纯与公孙婉的一战，